代代木公园站。我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，误入了奥瑟谷，从代代木公园走去涩谷这一段路这一带，其实叫做奥瑟谷，是包括富谷、神山町跟羽田川町。我回家查了才知道。右边那间好像是很有名的铁锅松饼店，好多人在排队哦，还有人搭计程车来吃。这是专程搭过来。中间那个叫做穷人意大利面，中间那是咸派耶，长得好特别哦。这间店的拿破仑派好像很有名。假日的午餐有附沙拉、面包跟汤，还有饮料。现在开店前，加我们有3组人在排队。这是晚餐的菜单，午餐跟刚才外面那张是一样的。套餐附的沙拉、汤跟面包一起来了，还有水煮蛋、地瓜、青花菜。没想到沙拉里面有放柠檬，蛋上面不知道是什么酱，我觉得沙拉还蛮好吃的。酱感觉是咖喱的调味，有淡淡的咖喱味。汤也还蛮好喝的，是虾子的浓汤。我点的是肉的主餐，大山鸡的烤鸡腿，下面还有附一些炖菜。套餐饮料我选了有机的红茶，龙哥选了有机的焙茶。吃到一块番茄，随便一挖都能挖到番茄或培根。应该是因为培根的关系，所以有一点咸，但是整体配起来味道还不错。蛋的口感绵密到有点像布丁，好漂亮哦，看得很有食欲。脆脆。烤鸡腿的皮很脆，调味感觉就是淡淡的盐巴的味道，蛮单纯的。这个茶壶里面应该还装蛮多茶的，我已经倒了第3杯了，我觉得里面还有。我们吃饱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所以跟店员拿了甜点的菜单。龙哥想要吃拿破仑派，但是他写出2点才可以点，那我们只好去其他间店吃。我们去其他地方吃甜点好了。我觉得这间店的椅子有点硬。哦，对啊，坐到后面屁股有点痛。吃饱出来，铁锅松饼没有人在排队了。原来是因为午餐时间已经结束了。这间红茶专卖店我还蛮有兴趣的。上次经过的时候，好像还没有开始卖珍珠耶，更有吸引力。真不愧是红茶专卖店。光是原味的红茶就有这么多种类可以选。
上次回台湾出差的时候，有去肯德基买蛋挞来吃，我觉得和印象中的味道不太一样，但是吃了之后就想吃更多的蛋挞，所以我决定我们要先去买蛋挞。你每次来这里都想买蛋挞？我觉得那间真的是蛮好吃哦，但是要排队啊。今天下雨，看人会不会少一点？去看一下人潮如何。现在人排的有点多。没想到大家下雨天也这么想吃蛋挞，但是人有点太多，我只好忍痛放弃蛋挞。我们上次就是走这一条路，走到涩谷去。是在卖碗盘的杂货店，楼上是餐厅。我看好多人上去这家餐厅，感觉还不错啊。刚才是拿了这一组，看起来很有重量，但是其实还蛮轻的耶。觉得这颜色好好看，1-2千元。这一组杯盘也很好看，很小的盘子跟杯子都是2000多。这盘子感觉很适合放发柜。觉得这个盘子好好看哦，刚才看它2790元。这间店有卖苹果派。这间店排好多人哦，是一间餐厅，里面有卖面包耶。里面坐满了人呢。上次经过就让我很有兴趣的无麸质咖啡店，每天早上在店里烤着费南雪。使用米粉、北海道产地卵跟甜菜汤。这个开心果泡芙看起来很好吃。早上烤的无麸质费南雪。我刚才以为是涨价，没想到是降价，但是卖完了。这间店没有茶，我可能只能点果汁了。这间店的灯好特别哦，是用绳子挂着的。龙哥点了一杯热的柠檬饮，我点了一杯柳橙汁，我们点了开心果泡芙。现在橱窗里面泡芙只剩2个，不知道是不是卖完就没了。
还点了一个早上烤的费南雪，表皮还脆脆的。我觉得这个味道和费南雪蛮像的。它就是费南雪啊。我觉得比较没有一般费南雪的那种油腻感。哦。有些费南雪会觉得比较油，可能加了很多奶油吧。但这个吃起来就没有那种奶油感，比较清爽无负担。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泡芙的内馅好浓郁，开心果味道很明显。这个泡芙的皮好好吃哦，很香脆。很香，然后脆脆的、甜甜的。开心果的内馅也很香，我觉得不错。抚平了我想吃蛋挞没吃到蛋挞的伤痛。我觉得很重的柠檬皮的味道。但是这里面应该没有柠檬皮吧？但是我觉得有很重的柠檬皮的味道。我觉得无麸质的费南雪很好吃，100分，但是泡芙110分。那你的满分是几分呢？更好吃，泡芙太好吃了。之前有经过的抹茶店88，抹茶费南雪。本来想要买最终，但是店员说今天之内就需要把它吃掉。我今天应该不会再吃甜的东西了，下次有机会再吃。左边的小坡道上面有一间粉红色的房子。这是一间和果子店，它外观看起来不像卖和果子的样子。2楼是内用的区域，我们没有要内用，在1楼点外带。店员说和果子可以放到明天。内用的话可以点3种的拼盘，一个链切跟另外2种，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我买了2包和果子，买了一个南瓜链切跟一个葡萄大福。我觉得这一带的人比我想象中还多，而且小巷子里面有很多小店，都有人在排队，然后车子也很多。No， 好大的 No！ 我记得上次我们来的时候，路边没有挂这个黄色的旗子。如果上次就有挂的话，我们就会知道这里叫做奥瑟谷。整条步道都是金木犀的香味。这里也排好多人哦。这栋大楼有好几间店，不知道是在排哪一间。这条街感觉居酒屋比较多，还有卖羊肉的店。我刚才以为他写串烧，其实是写串联。哦，难怪招牌旁边都是放猴子，他们很厉害。他们2个13岁就已经找到人生的目标了。原来这些人都13岁。大家13岁就开始做大事。我第一次上来这上面，位置好多哦。
我点了期间限定的油封鸡腿，点了12个瑞典的肉丸，还有腌鲑鱼，块炸鸡。这个肉超咸的，真的哦？我觉得超级无敌咸的，酱没什么味道，因为肉太咸了。其实我没有吃过它的肉丸，我也只吃过一次而已，就是肉丸的味道。其实我也忘记跟台湾吃的味道一不一样。那我的瑞典肉丸不会很咸，我觉得调味蛮刚好的。跟这个鸡肉比起来，我觉得肉丸的调味非常的刚好，这真的很咸。炸鸡好咸哦。我觉得比想象中还好吃诶，但是确实是咸了一点，适合我这种喜欢吃重口味的人点。鲑鱼还蛮大片的。今天仔细探索了一下奥瑟谷，找到有兴趣的杂货店跟好吃的咖啡店，觉得非常满足。决定等改天来买餐具时，再多去几间不同的店，相信还会有很多惊喜等着我。谢谢大家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